我的安，妈可算找着你了！哟，哪儿钻出来的要饭的？碰瓷儿的吧？周家办喜事儿，赶着来认父亲戚呢。陆时安，这俩乡巴佬是你爸妈？保安，把这俩疯子架出去！你后岗上有克制，妈不会认错的。妈找你23年啊！站住！你3岁那年在火车站走丢了，这是全家福，这是爸，这是妈，妈怀里这个奶娃娃，就是你。这俩人真是我。安安，这些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，妈给你带来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你走丢那天穿的小衣裳，妈洗干净叠好，收了23年。那天你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列掉了轮子的铁皮小火车，谁抢都不撒手。妈一闭眼，就是你攥着它的样子。爸妈没本事，给不了你大富大贵，可只要你肯认我们这俩穷爸妈，往后这颗心这条命都是你的。陆时安，你今天敢认这俩要饭的，这婚你就别想结。董事长夫人，找到了，少爷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我儿子在哪儿？你快带我去。慌什么？稳住！稳住！你寻了他23年，真到这天了，你当我稳住？人现在在哪儿？在君庭酒店，少爷今晚正跟周家小姐办订婚宴。订婚宴？那得换个法子。我要用最寒酸的样子出现在他最要紧的时候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儿子认不认我们这俩穷要饭的。他要是不认呢？东西照给，往后的事儿往后再说。全场都在等我开口，等我跟这两个要饭的划清界限。这么多年了，他早不是当年那个奶娃娃了。站住！这张照片是福利院院长给我的。他说是我被送去那天口袋里唯一的东西。我做梦都梦见一个火车站，一列小火车，两个人在喊我名字。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梦。爸妈，你们是真的来找我了。刚才骂的是我爸妈。爸妈，今天是我订婚，来进来坐。真会挑日子，定亲前影儿都不见一个。这刚要进豪门，亲爸妈就从地缝里钻出来。谁知道是真爸妈还是闻着味儿赶来？来都来了，可你瞧瞧，空着2只手不说，就这道烂土特产，也好意思往我周家的桌上摆？不知道的，还当我周家开周棚做慈善。周老板这一桌办的是气派，周氏集团生意做得不小啊，都记下了。发什么愣？敬酒啊！今天可是你高攀我们周家的好日子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穿成这样？我那套纯意大利定制西装，一套够买你1栋楼，穿好多年了，一直没舍得扔，让您见笑。这袋子里装的啥玩意儿？能往人吃饭的地方拎吗？没啥，就刚说的安安爱吃的土特产。你们从老家坐绿皮火车来的吧？那车厢里啥味儿都有。我的私人飞机停在机场，光1天停职费够你们全桌人争一辈子，能到就行。这么多年没见着儿子，走着来我们也乐意。那你们在家平时吃得起饭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哪有这么问人的？坐下。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别为我们俩跟人置气。婷婷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突然冒出来俩穷亲戚，以后你俩结了婚，不得隔3差5上门打秋风？老家农村的吧？地里种啥的？今年收成咋样啊？我在全球控股76家公司，我种的是上市公司，1年的收成顶你们一个省的 GDP， 这些跟你说你听得懂吗？东北的，收成还行，够吃。既然把话说开了，我就多句嘴。你们要真为石安好，就该替他想想，一个孤儿能进我们周家，是天大的体面，别因为你们俩拖了他后腿。您说的对，安安能进您家门是他的福气。我们当爸妈的没本事，今天来就是看看他，绝不给您添麻烦。我倒觉得这话说的不对，人家爸妈找了儿子23年，大喜的日子团圆是天大的好事儿，
一进门就被这么挤兑，周伯伯，您这桌菜再贵，也不贵不过一句良心吧？苏念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叔叔阿姨，坐了一路车，先喝口热的。好孩子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穷成这样，还端着架子喝茶，真当自己是来做客的？我忍你们很久了。老陆，我忍不了了，那一家子什么玩意儿？咱俩这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那个老妖婆，还有那个油头侄儿，他们嘴里有一句人话吗？要不是为了安安，我刚才就想把那桌子给他掀了。急，还不到时候。你还让我别急？你听听他们说的那些话。你换个角度想，咱们跟安安断了23年，人家不知道咱俩是谁，看见2个穿成这样的人冲进来认亲，替自家姑娘把关，说咱们2句，其实也没毛病。替姑娘把关？他们那是把关吗？那是往死里踩。我不管他们今天怎么骂咱俩，我只看一样，他们对安安到底是真心，还是拿她当个垫脚的、撑门面的？咱们该给安安的，一样不会少。车、房、钱、公司，该是他的都是他的。他们今天骂的是咱俩，我倒要看看，往后他们会不会也这么骂我儿子？你说的对，安安不能受委屈，这一家子真得好好考察考察。还有那个周婷，从头到尾就那么几句不咸不淡的话，咱们儿子当面被他爸踩，他连一句像样的维护都没有。倒是那个倒茶的姑娘，这一笔我也记下了。你是没听说，周氏这阵子资金链紧得很，正上赶着求人注资呢。我也听着了，说是搭上了鼎盛韩家那边。鼎盛、韩崇，这下可就有意思了。这种亲戚也配进这种档次的地方？今天不把这面子找回来，我周字倒着写。陆时安，你自己说，你这爸妈是怎么办事儿的？咱俩订婚，我们周家出房出车出酒席，我1分彩礼没要你的，够意思了吧？这个我承你的情。可你这俩爸妈总不能啥都不掏吧？空着手来吃顿饭，拍拍屁股就走？他们要真心里有你，怎么可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来？彩礼我确实拿不出，这我认。可房车酒席，婚后我自己挣，1分1分还你们。我陆时安没想白占你周家便宜，但要拿我爸妈来羞辱，没门。彩礼，你也好意思提彩礼？你一个孤儿。什么叫孤儿？他有爸有妈，就站在你面前。我们穷，我们没本事，可谁要是再敢说我儿子是孤儿，我不答应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他本来就是福利院出来的。怎么，穷亲戚脾气还不小，还想动手啊？婷婷说错了吗？2个人结婚，房车酒席全是我们周家操的。他陆时安呢，彩礼拿不出，聘礼没有，自个儿空着2手进门，还带俩穷亲戚来蹭吃蹭喝，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？周老板说的是，我们确实不该这么空着手来。爸，连你也觉得我们丢人？儿子，你别急，爸这是在给你试一杆秤。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我们缺席了你23年，你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没见过什么好东西。若是你的眼光如今就只停在这一桌酒席上，那也不怪你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他们想要什么，我们给什么。安安，我们当爸妈的缺了你23年，从没给过你一样东西。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你尽管开口，想要什么，爸妈都给你。我想要退了这口气。好得很，一个孤儿也敢退我女儿的婚。陆时安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这辈子就别想翻身。我爸妈就站在这儿，有他们，我什么都不缺。舍了金山去守2个要饭的，我看你是穷糊涂了。周家这座金山，我攀不起。安安，为了我们俩，这门婚说退就退，往后你会不会怪妈？妈，房子车子我自己挣得来。爸妈，我等了23年才等回来。走，跟我回家，往后一家3口在一块过。不了，我跟你爸在巷尾租了间小屋，住惯了清静，不挤你那儿。隔条巷子，想见天天见。终于跟那个穷棍二一刀两断了。这门亲本就是我爸硬塞给我的。哦，周大小姐，总算舍得退了那位准新郎。他也配？
我周婷看上的从头到尾只有你。老陆，他当众认了咱们，还为咱们把那门婚退了，头一关他过了。过了，儿子没攀高枝把咱们扔下，这就够了。可身份还不能露，我想看看往后谁是真心待他的，谁是冲着钱来的。陆时安，公司跟你解约，你手上的单子外头风评不好听。什么风评？我经手的项目哪一笔出过岔子？傍上周家大小姐，转头被人甩了，吃软饭吃黄了呗。这种人往后谁敢用？刚认回爸妈，转头就丢了活儿，这种话我张不开嘴。他们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找着我，我不能再让他们跟着我喝西北风。安安，今儿单位顺来不？顺来，妈，您多吃点，别总惦记我。他眼里噙着泪，还笑着哄我们。这孩子的骨头比我硬。董事长，少爷的工作是周家使诈子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替他摆平？先按住，他要的不是我替他扛，是自己撑过这道坎儿。周家这一刀我记下了，等他们把刀全亮出来，再一起算。陆时安，你担保了那笔货款，人跑了，100万连本带息，今天得有个交代。这上头的签名是伪造的，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。哼，白纸黑字儿，你跟我说陷害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这笔账我来处理。你100万可不是小数。尼玛6个8，点清了，把合同留下。100万，你我不过几面之缘，你凭什么帮我？那天在宴会厅，你护着2位老人往外走，我就记住你了。肯认穷爸妈的人，坏不到哪儿去。这钱算我借你，不急着还。我如今一无所有，这份情，我不知道哪年才还得清。谁说一无所有？你有爸有妈，比好多人都强。董事长，少爷那100万的债，有人替他垫了，是那个倒茶的姑娘苏念。100万，那看着普普通通的姑娘，眼都不眨就掏出来了。从我儿子身上，他半点好处捞不到，却肯砸100万。查查这个苏念，查清了，苏念，正源集团苏振邦的独女。郑源，做实业那个郑源，那是大家底。她一个千金，怎么活得跟普通上班族似的？苏家行事低调，从不张扬，可有桩旧事。苏家这些年一直憋着一口气，恨着一家公司。恨哪一家？恨的是瀚海集团。7、8年前，苏振邦带着诚意上门，想跟瀚海谈合作，结果被瀚海一个经理当众打了回票，说他不够格。打那天起，这口气苏家就咽进了肚里。苏家恨了7、8年的那个瀚海，是我的公司。那个肯替我儿子掏100万的准儿媳，他爸恨的正是他未来的公公。老陆，这疙瘩这么大，往后2家可怎么处？当年羞辱苏振邦的是瀚海的人，错在瀚海。这笔账早晚我亲自去抹平，但不是现在。这事儿得留到所有人都到齐了，一次了断。陆时安，哦，你这名声，我们小庙供不起。周家一句话，就把我从体面踩进了泥里。城东有家公司招人，老板我认得，不听那些闲话，明天去试试。你帮我够多了，我这副样子你别再往里搭了。我乐意，一个肯为爸妈推豪门婚的人，值得我搭这一把。我3岁火车站走丢，手里攥的就是它。这东西我从没给人看过，所以你才那么认你爸妈。你比谁都明白，有家是多金贵的事儿。念念，这位赵公子家里跟鼎盛沾着亲，你俩要是成了，咱正文往后的路就宽了。
叔，我的婚事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是给公司铺路用的。你叔那人心思活络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爸，我看上谁，从来不看他兜里有多少钱。苏小姐，那门亲事你倒是给句准话，整天往这种地方跑，图什么？赵先生，这门亲我不会应，这话我说过不止一遍，请你别再来纠缠。要动手，冲我来！一个大男人带着帮手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能耐？哪来的修车的，敢拦我的事儿？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护着他几时。为我挡这一下，划得来吗？你自个儿都顾不过来。再难，也没难到能看着你被人欺负。那天你丢了工作，我心里替你不平。你这人手里没钱，骨头却硬。今儿我亲眼瞧见，那姑娘被人逼到墙角，安安二话不说就挡了上去。孩子没伤着吧？那姑娘呢？都没事儿，安安护着她，她也没嫌她穷。可这两个孩子，我还得再看看。哥，赵家松口了，肯跟郑源合伙，条件只一个，念念嫁过去。我的婚事岂是成了换生意的筹码？建国，我把话撂这儿，孩子的亲事谁也不许逼。石安，不是我容不下你，有人放了话，说我留你，这铺子就别想再接活，你另谋出路吧。我爸被我叔逼着，赵家要我嫁过去换合作。我一无所有，给不了你房子车子，更给不了你周家那样的体面。可你若不愿被人当筹码送出去，我陪你去把证着领了，不叫人再拿你做文章。我宁可跟你这个没钱的，也不嫁那个有钱的。走。苏念，我穷，可我这个人往后只对你一个好。够了，有你这一句，我信你。你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就跟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子把证领了。爸，他穷，可他正派有担当，我不愿被叔叔拿去换生意，更不愿将就。你打小就没了妈，是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把你拉扯到大。我白手起家，从不拿钱看人，就一条，他要敢负你，我饶不了他。你往后退退，这灶台就巴掌大。哦，那个菜要糊了。你不用这么破费，他们不图这些。头回正经当儿媳上门，哪能空着手？爸妈上了年纪，身体健康才好。妈，我给您二老买了些点心，您快尝一尝，符不符合胃口？好孩子，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全。爸，汤趁热喝。当初周家那姑娘连正眼都不肯瞧我们，这一个把我当亲妈待。老陆，这是儿媳是真心实意，我瞧着错不了。是不赖，可身份还得瞒着，人也得再处一阵儿，别急着掏心窝子。亲家来了，实不相瞒，念念先斩后奏，我当初是不赞成这门亲的。苏老板心直口快，我们没家底，怕是配不上您家，让您为难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人不看钱袋子，看人品。进来坐，边吃边聊。我瞧安安这孩子，丢了工作也不肯伸手要钱，是个有骨气的，这一点随你们。他在福利院长大，吃过苦，知道东西来了不易。我白手起家，什么冷脸没挨过，可有一家公司，我这辈子都咽不下——瀚海集团。当年登门求合作，被人一句不够格，当众撵了出来，这口气憋到今天。这辈子我跟瀚海没完。商场上看走眼的人多了去了，苏老板这样的实在人，迟早有人还您一个公道。爸，大喜的日子，提这些糟心事做什么？老陆，
苏家恨了7、8年的那个瀚海，就是咱们自己的公司，这往后可怎么开口？当年羞辱他的是瀚海的人，错处在我们，这笔账我认，但得等个合适的时机，我亲口跟他赔不是。韩董，往后周氏就跟着鼎盛走，这是小女周婷跟令公子早就投缘。周家的诚意，我爸看得见。韩伯伯，那个吃软饭的陆时安，如今攀进了苏家的门。苏家有个正源集团，做实业的，家底不薄。正源，一块到嘴的肥肉，先掐住他的喉咙，那个姓陆的自然跟着陪葬。苏总，3家供货商一夜之间全断了货，问不出缘由，2个老客户的大单也被人半路截了去。好端端的怎么会一起出事？查，给我查清楚是谁在背后下手。哥，郑源这摊子怕是撑不住了。唉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该让念念应了赵家，有鼎盛那门关系兜着，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土？事到如今你还提这个？生意是生意，我闺女不是拿来求人的。家里出事了，郑源被人掐了供货，抢了单子，来势汹汹，像是冲着我爸来的。我没本事替你家挡这场风雨，可不管多难，你身边这个位子，我一步不让。苏总，又有2家供应商撤了，再这么掐下去，下个月的工钱都发不出。我做了半辈子实业，从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儿，一夜之间墙倒众人推。我爸快撑不住了，鼎盛财大气粗，郑王根本耗不过。我跑了一天，能想的法子都想了，可我一个穷小子连自己都顾不周全，帮不上你家，心里堵得慌。你肯陪着我已经够了。董事长，是鼎盛在掐郑源，断供货、撬客户，下手很狠，苏家怕是撑不过这个月。那可是念念的娘家，老陆，咱们不能干看着。先把断的货接上，丢的单子悄悄补回去。记住，别让任何人看出是咱们出的手。苏总，断的3家货一夜之间全接上了，丢的2个大单，对方也回头了，说合作照旧。怎么回事？谁帮的忙？查不出来，像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苏家这回缓过来了。缓过来是一回事，我要看的是鼎盛接下来还有什么招，是这一家人到了难处扛不扛得住，身份先瞒着。哟，这不是陆时安吗？堂堂准女婿，如今蹲路边吃面了。周婷，跟这种人犯不上费口舌。苏家大小姐放着好人家不嫁，偏看上个一无所有的。我看你这双眼睛是瞎了。我嫁的人丢了工作不肯低头，被人踩了也直着腰，这样的男人比你那根高枝实在。她是我妻子，再有下一句难听的，请你们离我们的桌子远点。那姑娘当初退婚嫌弃咱们，如今又跑来踩孩子。踩归他踩，你瞧苏念，半步没退，把咱们安安护得稳稳的。陆时安，等着瞧，你跟苏家这点穷日子长不了。周婷攀上韩烨，跟鼎盛搞一块儿，分明是冲着孩子来的。周家鼎盛，今天这2笔账我都记下了，等时候到了，一笔一笔连本带利。都来都来，这是安安的爸妈，往后就是咱苏家的亲家，谁也不许见外。亲家快坐，安安这孩子啊，我瞧着就实在难得。哎，听说你被人使绊子丢了工作，没事儿，咱苏家的女婿，谁敢欺负，一大家子替你撑腰。可不是，念念有眼光，挑的人比那些花架子强100倍。亲家，别嫌弃，多吃点，一家人不兴客气。这半辈子，多少人对我点头含腰，图的是我的钱。今天这一桌人，把我当个穷老头，却拿真心待我。一个个都捧着外人，这个家本就该有我一半。老陆，活了大半辈子，
头一回有人把咱们当实在亲戚疼。是啊，先前我只想着考量他们，可这一家人，我是真想护着了。先前我装穷是要看清这一家人的心，如今心看清了，这家人值得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先暗里替苏家把生意稳住，再帮他们拿下星海那个大项目。等郑源站稳了，我再找个合适的时机把身份亮出来。调动咱们的人往苏家这边使劲儿，供货客户资金，缺什么补什么。是，星黑项目那头要不要现在就铺垫？先按兵不动，星黑花落谁家，瀚海说了算。到了节骨眼上，我亲自给苏家铺路。苏总，怪了，这2天又有几家主动找上门，条件还格外优厚，咱郑源像是时来运转了。但愿吧，无缘无故的好事儿，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。我爸说郑源缓过来了，还有人主动来谈合作，这阵子邪门的很。是福不是祸，岳父是好人，老天总不会一直亏待好人。韩总，郑源这2个月的账目、客户，还有我哥手里的底牌，全在这儿呢。苏二爷，你这是把自家亲哥往火坑里推啊？什么亲哥？当年老爷子一句话，郑源全给了他，我连根毛都没分。这个家本就欠我。好，等鼎盛吞了郑源，董事长的位子给你留着，可你得保证苏振邦那头一点风声都不能漏。韩董放心，我在那个家几10年，谁会防着我这个亲弟弟？哥，公司忽好忽坏，你也别太操劳，有什么事儿尽管交给我去办。还是你这个当弟弟的贴心，这摊子乱，多亏有你帮我盯着。董事长，我们替苏家补窟窿时发现，郑源内部的消息一直在往鼎盛那边漏，这内鬼藏得很深。墙要倒，多半是先从里头裂的。顺着这条线，给我往下挖。放心，我哥那边我盯得死死的，再过些日子，这政权该换主人了。苏总，对方临时变卦，说内部出了岔子，合作不做了。哥，要我说，自打那个穷女婿进了门，咱郑文就没顺过1天，再赶上行情差，能不慌吗？韩董，那桩生意我从中点了把火，黄了，回头我再把脏水往那个穷女婿身上泼一泼。放心，郑源这艘船，我从船底一块一块给您凿，沉的神不知鬼不觉。我叔那张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郑源出事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一个外人进了你们家门，帮不上忙，反倒成了人家嘴里的灾星，这心里不是滋味。董事长查实了，往鼎盛递消息，暗中搅怀苏家生意的内鬼是苏建国、苏振邦的亲弟弟。自家兄弟下这种黑手，老陆，咱们这就接了他。不急，藏在暗处的蛇，得等他把头探全了，再一刀斩下，让他先蹦跶几日。苏总，郑源如今这光景，硬撑也是死路。我给你指条活路，星海项目。星海是块肥肉，谁不想要？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咱们立个字据，谁拿下星海，谁的公司就活；拿不下的那个，连人带公司归对方。这哪是合作，分明是逼我拿整个郑源押上一把赌局。苏总要是没胆儿，现在退出去也行。横竖不签，郑源也撑不了多久；签了，好歹还有一线生机。哥，海星这项目，郑源拼一拼是有机会的，这是咱们翻身唯一的指望了。错过这回，郑源就真完了。也罢，横竖是个死，我赌这一把。董事长，苏家签了对赌，赌注正是星海项目，赢了郑源活，输了整个公司归鼎盛。星希，那不是攥在咱们瀚海手里的项目吗？他们竟拿着咱们的东西互相对赌。是，
花落谁家，到头来还是我一句话的事。他们机关算尽，把刀架到了自家脖子上。就这几天，拿下星海、郑源活，拿不下，公司、厂子几百号人的饭碗全归鼎盛。可鼎盛财大气粗，咱们要钱没钱，要关系没关系，拿什么跟人拼？哥，要我说，不如趁早低头跟鼎盛认输求和，说不定还能保住点家底儿。认输？那郑伦就拱手让人了。叔，你这哪是出主意？这些我帮不上，连话都插不上。眼看你家要保不住，我除了干着急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能守在我身边，已经比什么都强。这副担子本就不该你来扛。安安，脸色这么差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妈，就是这阵子忙没睡好。您和爸吃好喝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老陆，孩子心里压着天大的事儿，还反过来宽咱们心。我都看着呢，这把火烧到节骨眼上了。苏家想拿星海，先得有人肯跟他合作。这名单上的一个一个给我撬过来。爸放心，鼎盛的脸面摆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站郑岩那边。苏总，怪了，大半合作方都被鼎盛吓退了，可剩下这几家态度硬得很，说什么都要跟咱们走到底。人都怕鼎盛的事，偏这几家不怕，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替他们撑腰？董事长，鼎盛撬合作方撬得凶，咱们暗中扶着的那几家已经稳住了，一个没松动，稳住就好。咱们的人替苏家这亏口气吊着，别让郑源在对赌里出局，可也别全压上去，火候没到，不能露馅儿。明白。鼎盛把合作方撬走了大半，眼看顶不住，偏偏剩下那几家怎么压都不肯撤，这股邪门劲儿让我心里发慌。是福不是祸，这世上总有人见不得好人被欺负。世安，不是哥不帮你，鼎盛放了话，谁沾郑源的事儿，谁就别想在这行混。你另想办法吧。我多想有个人能拉咱们家一把，我也想过去求爸妈，可他们跟我一样，是没钱没势的苦人。我张这个口，除了让二老跟着操心，跟着难堪，又能换来什么？跑了一天，又碰壁了吧？别硬撑了。今天又白跑了，可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陪着你和岳父扛到最后。爸妈，等过些日子我缓过来，带你们下回馆子吃顿好的。老陆，他都火烧眉毛了，还想着带咱们下馆子，咱们手里就攥着能救他的东西，干等着，我这心里像刀割。再等等，这把火得让那帮人添到最旺，烧到头那一刻，我亲手浇下去，才解恨。哥，别撑了，星海这一仗咱们赢不了，趁早跟鼎盛认输，把公司交出去，好歹保住几分体面。交出去！这是我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郑源，我死也不松手。哥，你撑得住吗？这公司再不交，到时候连汤都剩不下。要不先交给我管，我替你周旋。叔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这是替我爸周旋，还是惦记着这把椅子？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，郑源，我也要替我爸守住。生意上的忙我帮不了，可你往哪儿走我就跟到哪儿。这个家要拼，我陪你拼到底。董事长，该备的全备齐了，只要您一句话，鼎盛和苏建国随时能掀翻。那还等什么？孩子们都快熬干了。等一个让他们再无翻身之地的时机。火没烧到顶，浇下去不疼。限期就剩几天，郑源连个像样的还手都没有，这一把赢定了。等鼎盛春了郑源，周氏也跟着沾光。那个姓陆的穷小子，
到时候连城都待不下去。诸位放心，郑源内部我盯得死死的，这块肉跑不了。陆时安，听说苏家那破公司眼看就要归别人了，我当初没看错，跟着你就一个穷字，是穷是富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。周小姐，别高兴得太早，限期就在眼前，我怕我真守不住我爸的郑源。天没塌，只要咱们一家人还在一块儿，就还有指望。外头一个个都当苏家玩了，老陆，他们不知道这副牌还攥在你手里。让他们再得意几天，笑得越欢的，回头摔得越狠。苏总，鼎盛把价钱抬到了天上，还四处放话，咱们这点资金根本跟不上。跟不上也得跟，这一仗输了，郑源就没了。又被鼎盛抢了一步，苏总，咱们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照这么打，撑不到限期。把我名下的东西全压上，能多撑一天是一天。爸，你歇会儿吧，这么熬身子骨受不住。歇不了，这是我半辈子的命，我守一刻是一刻。董事长，鼎盛来势太凶，苏家快顶不住了。咱们按理扶的那点儿只够吊命，吊住就好，别让他们这会儿倒下。我要的是他们以为赢了的那一刻再动手。苏家做星海这单，缺的料，缺的钱，我全给他掐死，让他连最后一口气都喘不上来。爸，这一掐，郑源就彻底没救了。苏总，做星海要紧的料源全被鼎盛锁死了，银行那边也抽了贷，咱们真没路了。没路，白手起家30年，难道就这么完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都是那场对赌，我爸这是被生生逼倒的。岳父吉人天相，会好起来的。家里有我，你别慌。苏亲家都被逼进医院了，老陆，你还等？再等下去是要出人命的。医院那头请最好的专家，钱不是问题，别让任何人知道是咱们。日子不远了。哥，你瞧瞧你，何苦呢？公司你别管了，交给我，我替你撑着，你安心养病。叔，我爸还没倒，郑源轮不到你来管。从今往后，公司的事儿先报到我这儿。眼下这光景，总得有个主心骨。我爸没醒，郑源就由我顶着。星海这一仗没打完，谁也别想拱手让人。念念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斗得过鼎盛吗？别逞强，到头来把家底赔个精光。你爸病着，公司被你叔和鼎盛两头挤，你一个人扛得这么苦，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些天要不是你守着我，我早撑不住了。苏建国想吞郑源的心，这下全摆到明面上了。该收的网差不多齐了。那帮人眼看就要把孩子们逼到绝路上了，再让他们狂上最后几天。岳父被生生逼倒在床，公司眼看就没了，念念一个人扛着，快撑不住了。到了这步，我能想起来的人，只剩刚认回来的爸妈了。哪怕他们能帮我出个主意也好。爸妈那么大岁数，看着那么穷，我张这个口，他们帮不上，反倒跟着我揪心，跟着被人看不起，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团圆，我不能再让他们替我遭这份罪。
安安在医院守了一宿，连个电话都没往咱们这儿打。他是怕开了口，让咱们跟着南。傻孩子，他哪知道，他爸只要动一根石头，这天就翻过来了。你一宿没合眼，傻不傻？我没事儿，趁热喝。岳父那边有我守着，你别熬坏了身子。吞下郑源只是开胃菜，鼎盛真正要判的是瀚海集团，这城里所有人头顶上的那座山。瀚海那么大的盘子，能轮得上咱们？过几天瀚海办年度酒会，咱们若能在那儿签下跟瀚海的合作，鼎盛往后谁还敢动？我打听了多少回，瀚海的董事长姓盛名谁都摸不着，这位主神秘得很。管他是谁，只要肯跟咱们合作，鼎盛就如虎添翼。董事长，鼎盛上蹿下跳，就盼着在您的酒会上签下跟瀚海的合作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求着攀的这座山就是你们。让他们盼着，这副牌我只要亮出来，鼎盛和周家转眼就崩。你手里攥着能要他们命的东西，偏忍着不动。孩子们在外头，可是一天比一天难。一个一个收拾，太便宜他们。我要把这帮人全攒到酒会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连根拔了。苏小姐，我们经理说了，跟郑源相关的事一律不见，您请回吧。董事长那边已经。念念来了，那是来给我送医保单子的小同志，快进来坐。一个普通老人，怎么会有人这样恭恭敬敬的伺候？还有前些天我求了半个月都通不了的门路，怎么在公公这儿提了一嘴，转头就通了？你爸妈找了你23年，他们这些年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能做什么？就是天底下最普通的苦命人，受了一辈子穷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这几家是星海最后的指望，我去谈，你帮我把人一个个约出来。你放心，只要是能跑的腿，我一双腿替你跑断。不好意思，鼎盛早打过招呼了。谁敢接郑源的星海，就是跟鼎盛过不去，我们惹不起。每一条路，鼎盛都提前堵死了，我们就像困在网里，怎么挣都挣不开。再难，我也陪你撑着。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。苏小姐，怪了。昨天还把咱们拒之门外的2家，今早主动来电，说星海的事儿可以再谈谈。又是这样，每回快撑不住，就有人悄悄推一把。这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董事长，您让松口的那2家已经主动联系苏家了。继续给苏家吊着这口气，别让他们在期限前出局，露面的事儿一概不许。是。我把苏家的路全断了，他们怎么还吊着一口气？分明是有人在背后帮他们。会是谁？郑云都快散架了，谁还敢趟这趟浑水？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敢挡鼎盛的道。韩董，怪得很，每回查到一半，线索就像被人凭空抹掉了。对方手笔很大，藏得极深。手笔很大，能在这城里把我鼎盛的眼睛都蒙住的，能有几家？董事长，韩冲起了疑，开始查暗中帮苏家的人，线索眼看就要牵到咱们身上。把痕迹抹干净，断了他的线，火候没到，不能让他这时候认出我来。查不到，全断了。罢了，许是这苏家命硬，横竖对赌期限就在眼前。传我的话，加紧逼，赶在限期前把对赌做实，我倒要看看谁还救得了郑源。限期就剩这1、2天，苏家的钱人路全断了，这把对赌赢定了。
等郑源到了手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全靠韩董提携。等赢了对赌，就让姓陆的那一家穷亲戚在这座城里彻底消失。当初那个穷孤儿还敢推我周婷的资，如今呢，连他老婆家的公司都要保不住了。明天去瀚海酒会签了大合作，回头再把郑源吞下，咱们就是这城里说一不二。苏小姐，能想的辙都想尽了，账上见底，能求的人都求过，没了，真没了。就差这1、2天，我不甘心，我爸的政权就这么没了。老陆，苏庆家躺在医院，安安被踩到尘埃里，你手里有牌，到底还忍到几时？你当我不疼？我若这会儿就出手，那帮蛇只会四散逃了，缓口气，回头照样咬我儿子。我要的是一击之下，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。往后，安安才是真的安。苏庆家这一倒，是我没料到，就这1、2天了。明天酒会，我亲手了结。哥，签了吧，把郑源交出去，鼎盛那边好歹还能给你留口饭吃。他是你亲哥，他病成这样，你逼他签字交公司，你还是人吗？陆时安，看见没？这就是你跟苏家的下场，一群没本事的，活该被人踩。要我说，你也别撑了，回你那福利院，接着当你的孤儿去吧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。我以为认回了爸妈，娶了念念，我也能护住一个家了。可到头来，岳父住了院，公司要没了，我连最亲的人都护不住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你们的儿子没用。傻孩子，一个人蹲在这儿，叫妈好找。别怕，有爸妈在，天塌不下来。爸妈，我没用，岳父被人逼进了医院，公司要没了，我什么都护不住。苦了你了，这些天是爸来晚了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是我没本事，反倒连累了你们。看着孩子哭成那样，我这心碎成了渣。忍到今天，够了！谁让我儿子蹲在墙角哭，我就让谁给他跪下来。时候到了。通知下去，明天酒会按我说的办，该来的人一个都不能少。是，鼎盛周家那边明天会准时到，他们还以为是去签那笔大合作的。明天去瀚海签下合作，鼎盛就一步登天。燕儿，到了那儿嘴甜点。爸放心，等签了这笔，再把郑源吞了，咱们鼎盛谁还压得住？董事长，苏家那边请柬也送过去了，明天所有人都会到齐。明天那场酒会，该让他们认认我们是谁了。瀚海的酒会怎么会请咱们？这帖子来得蹊跷。管他呢，事到如今，是福是祸，咱们一块儿去看个明白。今晚呀，鼎盛要跟瀚海签一笔天大的合作，往后这城里的风向可就不一样喽。瞧见没？这才叫高知。我周婷的眼光从来没错过。韩董，对赌期限就是明天，郑源到手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天衣无缝。今晚签了瀚海，明天吞了郑源，双喜临门。我一个快倒的郑玄，瀚海这种地方，怎么会请我来？爸，我也想不通，可这请柬是真的，来都来了，咱们就静观其变。各位贵宾，瀚海集团的掌门人马上到场。叶儿，待会儿见了掌门人，嘴甜点，瀚海这座靠山攀上了，咱们这辈子就稳了。等周家也搭上瀚海，
我倒要看看，这城里还有谁敢小瞧我周庭。对赌期限就在明日，郑源眼看就要拱手让人，我哪还有心思看这场热闹？爸，您别多想，是输是赢，还没到最后一刻。老陆，这一亮相，安安和苏家会不会被吓着？瞒了这么久，苦了孩子这么久，今天该让他们认认咱们了。欢迎瀚海集团掌门人陆国栋先生、沈雅女士。怎么会？那两个要饭的，怎么会是瀚海的掌门？那是我爸我妈，我拼了命想护着，却半点忙都帮不上那两个穷老人。怎么会站在所有人头顶上的瀚海掌门会是他们？安安，妈没让你失望吧？被周家踩，被鼎盛逼，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一宿，话到嘴边却不敢开口。那些我百思不解的狗运，那些绝境里冒出来的及时雨，原来全是爸妈在背后替我扛的。妈，我的儿，让你受苦了。傻孩子，爸妈在呢，往后谁也别想再动你一根烤毛。完了，我往死里逼的那个穷小子，是瀚海掌门的亲儿子。韩崇，你鼎盛上赶着桂田，做梦都想攀的瀚海，就是我陆家的。陆董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咱们的合作还能谈？谈？我儿子被你逼到墙角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跟他谈？我宣布，即日起，瀚海联合上下游所有伙伴全面封杀鼎盛，他的合作，他的路子断个干净。爸，银行抽贷了，合作方全在退。我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鼎盛，就这么没了。苏老板，你们苏家恨了7、8年的那个瀚海，也是我陆家的。当年羞辱你不够格的那个经理，是瀚海的人，是瀚海对不住你，这口气今天我替你出。还有，你们鼎盛拿来跟苏家对赌的那个星体项目，本来就是我瀚海的项目。星海归正源，这场对赌苏家赢了。我里应外合算计了这么久，到头来是给陆家做了嫁衣。他爸，不好了！咱们骂了一晚上的那两个要饭的，竟是瀚海掌门陆董啊！怎么不早提醒我？这下可怎么收场？怪我！当初骂的最凶的是你，什么穷亲戚拖后腿，什么开周鹏做慈善，那句不是你说的。闭嘴！再不去赔罪，周氏就彻底完了。陆董，先前都是天大的误会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。陆夫人，我那张嘴贱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咱们好歹也算沾过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！沾亲？我儿子娶的是苏家的姑娘，你们周家早在退婚那天就跟陆家
半点关系都没了。是我们高攀不起。好一个打断骨头连着筋！我儿子被你们当众骂作孤儿，撵出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认这门亲？那是我们瞎了眼！我看你们这双眼睛亮得很，见钱就亮，见穷就瞎。你们做下的那些事儿，我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。今晚当着这满堂的人，我会跟你们算个清楚。起来吧，跪着也没用。周家做过的事儿，桩桩件件我都替你们记着，这笔账跑不了。周叔，当初你说我配不上周家，是我高攀。今天我倒想问一句，是谁配不上谁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3家银行同时抽贷，10几家合作方连夜递了解约函，账户也全动了。不可能！挨个给我打电话，让他们再快些2天。打不通了，全城都知道是瀚海掌门要封杀鼎盛，谁还敢接您的电话？陆国栋，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韩董，供应商全断了货，仓库的料撑不过明天，工人那边也闹起来了，工资发不出，要罢工，把我的房、我的车全抵出去，先把这个月顶过去。顶不动了，债主早一步把您名下的资产全查封了。韩董，咱们真的回天乏术。韩冲，你给我出来！当初你抢我单子，断我发路，逼得我家破人亡，你忘了？今天墙倒了，该轮到我们推一把，连本带利，1分不能少。各位宽限几天，鼎盛缓过来，我加倍还。还？你当初缓过谁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30年，我苦心经营30年的鼎盛，陆国栋一句话就碾成了渣。当年我怎么踩别人，今天就被人怎么踩回来。报应，报应啊！周总，鼎盛垮了，答应给咱们的那笔注资1分都到不了账，资金链断了。那是周氏最后的救命钱，没了他，公司拿什么周转？现在满城都知道周家得罪了瀚海，谁还敢借钱给咱们？银行那边也跟着抽了贷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周老板，到期的账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再拖咱们法院见。宽限几天，就几天，等我把厂子盘出去，立马还。盘？你那破厂子现在谁敢接？识相的赶紧把房子腾出来抵债。房子被封了，公司也保不住了，咱们这是要去喝西北风啊！当初我要是没把陆家往死里得罪，何至于落到这步地步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都怪你那张嘴，得罪了人还洋洋得意。我洋洋得意，当初张口闭口嫌人家穷的又是谁？当初我端着架子，说什么能进我周家门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到头来才明白，我瞧不上的那2个要饭的，才是真正站在云端上的人，是我瞎了眼。苏建国，你那点心思瞒得过谁？暗通鼎盛出卖亲哥，做假账想吞正源，证据我替你攒了整整1匣子。陆董，您别血口喷人，我对正源忠心耿耿，哪来这些事儿？忠心耿耿，这沓转账记录，这几份伪造的合同，桩桩都是你的手笔，要我当众一份份念出来吗？哥，我已是鬼迷心窍，你看在亲兄弟的份上，饶我这一回。亲兄弟，你逼我签字交公司的时候，可没把我当哥。你害我爸急火攻心，病到住院的时候，怎么不念亲情？念念，叔知道错了。晚了。我把他当亲兄弟疼了1辈子，到头来，他为了家业，要把我往死里整。爸，别难过了，这种人留在身边才是祸害。今天看清是好事。是啊，人心比生意难做多了。杜老板，家贼难防，这事怪不得你心善。陆董，要不是你，正源今天就毁在自家人手里了。这份大恩，我苏振邦不知道怎么报。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往后有陆家在，正源谁也别想再动1根石头。韩烨，外头都传鼎盛垮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垮了，全垮了，我爸都自身难保，我还得连夜跑路。跑路？那我怎么办？你当初可是答应过要娶我的。娶你？我家这一塌，全是你这个扫把星带来的晦气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为了你，连陆时安的婚都退了，我娘家也是为了攀你们鼎盛才破的产。那是你自己眼皮子浅，怪得了谁？你能为了我甩了未婚夫，今天我落难，你不照样想赖上我？我这条船要沉了，可不带你这块累赘。滚！娘家破产了，韩烨也跑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陆时安，那个被我踩在脚下骂作孤儿的穷小子，如今是瀚海的少东家，而我落到这步田地。瞧，
那不就是周婷吗？当初嫌贫爱富，把人家穷女婿往死里踩的那个。现在好了，娘家垮了，相好的也跑了，活该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何苦那样作践别人？诸位别急着走，订婚宴那晚的账我还没跟周家一笔一笔算清呢。陆夫人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吧。过去的事儿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周老板，那晚你端着酒杯慢悠悠问我一句：“你们在家吃得起饭不？”我那是一时糊涂。你还说不知道的还当你周家开周坊做慈善的。今天我告诉你，瀚海1年捐出去的善份够你周家几辈子开周坊。还有你，嫌我那袋骨头产寒碜，嫌我这身棉袄上不了台面。陆夫人，我有眼无珠。那袋土特产是我亲手给儿子备的，在我眼里比你满桌的山珍海味金贵。你嫌它脏了你周家的桌子，我还嫌你周家的桌子配不上它呢。最让我咽不下的是你们张口闭口骂我儿子是孤儿，是空手套白狼。是我们瞎了眼，不识泰山。他不是孤儿，他有爸有妈，他爸妈的家产富可敌国。当初被你们踩在脚底下的那个穷小子，你们这辈子仰望都仰望不起。忍了你们这么久，今天总算痛痛快快还了个干净。辛苦你了，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值了。安安，有些事爸瞒了你太久，今天该一桩桩跟你说清楚了。爸，您说，你这些日子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孤立无援，怎么撑都撑不住？是，我以为这世上再没人能拉我一把了。苏家那断了又接上的货，丢了又回来的单子，还有对赌里几次莫名其妙的转机，你当时走了狗运？难道是爸让人在背后一笔一笔替你们铺的？我看着苏家被逼到墙角，怎么忍心真让他当？还有你丢工作背黑债，被人一脚踩进泥里，那些苦爸本可以一句话全替你扫平，可爸忍住了。您是故意不帮我的？爸要的是你能自己站起来。一个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扛不住，往后这份家业怎么交到你手上？看着你一次次摔，一次次爬，爸这心里比你还疼。可爸也没真撒手。你岳父住院，那几位专家是爸敲请的，苏家几次撑不下去，背后替他兜底的也是爸。爸只是没让你瞧见那段你以为最孤独的日子，爸的眼睛一天都没离开过你。那段日子，你从来就没真正一个人扛过。爸，那晚我在医院走廊站了一宿，几次想给您打电话，又怕拖累您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你一直就在我身后。傻孩子，爸妈在，你身后那片天就塌不下来。念念，有一笔账我也得跟你算算。当初安安被周家做局，背上100万的债，是谁二话不说替他挡下的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爸您别放在心上。我放在心上整整这么久。今天这100万，瀚海100倍奉还，1个亿是你的。爸，我帮安安从来不是图钱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我知道你不图，所以钱是其次。当所有人都笑话我儿子是穷光蛋，是孤儿的时候，是你真心待他，替他撑腰，嫁给他这个一无所有的人。这份情比1个亿重得多。今天我当着满城的人说一句，苏念，从今往后就是我们陆家瀚海集团明媒正娶认下的儿媳，谁也别想看清她半分。爸，好孩子，你打小没了妈，这些年难为你了，往后妈来疼你，把你当亲闺女。念念，对不起，也谢谢你，最难的时候是你陪我熬过来的。傻瓜，我说过是穷是富，我跟定的都是你。苏老板，郑源是你白手起家的心血，不能就这么垮了。瀚海给郑源托底，再扶他上一个台阶。陆董，这让我怎么报答？先别急着谢，我还欠你们苏家一句话。7、8年前，你去求瀚海合作，被一个经理当众侮辱，不够格，那是瀚海的人有眼无珠。陆董，您不必，我必须说，是瀚海对不住你。这一声对不起，今天我替瀚海还给你。7、8年了，我以为这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气，没想到是被自家亲家
给说开了。陆董，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就是实打实的一家人。苏亲家，往后两家多走动，孩子们的喜酒咱们还没好好喝呢。那哥亲好，这回咱们两亲家可得喝个痛快。苏老板，有几句话我憋了一路，今天当着这满堂的人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那时我们装穷，扮作两个落魄的老人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来头，却没嫌我们脏，没轻看我半分，该敬的敬，该让的让。饭桌上，你怕我这穷老头吃不好，还偷偷把最好的一块肉夹到了我碗里。你心里恨着瀚海，恨了7、8年，可你从没把这口气撒到我们两个穷老人头上。这份本分，这份厚道，比什么都难得。当年羞辱你的旧账，今天我替瀚海一笔卯平。苏老板，对不住。陆董，够了，够了。念念，当所有人都笑话安安是个穷光蛋的时候，是你认真真站在他身边。你嫁的是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可你从没图过我们一分一毫，这份心比金山还重。爸，今天我还要替一个人念封信。这封信是安安他妈写了整整23年。我的安安，23年前火车站那天，你才3岁，手里攥着一列铁皮小火车，蹦蹦不跳跳。妈一转身去买了张票，再回头你就不见了。是妈没看住你，这一句对不起，妈欠了你23年。这23年，妈和你爸跑遍了一座城，一个个福禄院。妈把你小时候的衣服、毯子留了整整23年，一天一天的数，8395天，一天都没敢忘。妈，不怪您，不怪您，儿子回来了，再也不走了。我的安安，我的安安，可算回来了。信念完了，往后的日子咱们一家人，一天一天好好过。爸妈，回家。安安，真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找着家了？院长，找着了，这是我亲爸妈，今天我带他们回来，谢谢你。院长，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还有那张全家福，您替我保管了20多年，要不是他，我这辈子都认不回爸妈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你能团圆，是院长这辈子听过最好的消息。院长，安安在这儿长大，受您照拂这么多年，这份恩陆家记下了。往后这院子里的孩子吃的穿的、念书看病，都包在我们身上。你们这是大善人啊！这就是我当年睡的床，每回想你们，我就把那张全家福掏出来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院长还教了我一首歌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不认得你们，就一个人哼着它，哄自己睡。喜服要最好的，喜糖要最甜的，一样都不能将就。你这些天连觉都不睡了。缺席了这23年，他的婚事，我得一寸一寸给他补回来。念念，这是陆家祖传的镯子，我留了一辈子，今天传给你。妈，这太贵重了。你受得起，你对安安那份心，比这镯子金贵1万倍。当初在周家办的是订婚，比的却是钱和面子，没一个人是真心待我的。那都过去了，你看现在这满屋子全是真心。是啊，这一回咱们补的是一场有家有爱的婚。亲家母，喜宴的座次我帮你一块排。那感情好，咱们两家往后就是一家人，不分你我。
今天是陆时安先生与苏念小姐的大喜之日，有请2位新人。一拜天地。老陆，你看，咱们的安安成家了。看见了，当年那个走丢的奶娃娃，长成顶天立地的年子汉了。爸妈，儿子拜堂，您二老坐高堂。这一拜谢爸妈23年，从没放弃过找我。这一拜谢爸妈，给了我一个这么暖的家。安安小时候啊，最爱吃糖，一颗水果糖能含一下午。妈，您都说第8遍了，说80遍，妈也说不够。那8395天，爸妈欠你的，往后，爸妈一天一天给你补回来。爸，不用补，一家人能这么坐在一块儿，就什么都够了。爸妈，饭好了，咱们一家人吃饭了。好，好，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吃饭。钱能照出人心的冷暖，可真正的团圆，从来不是钱，是这一家人终于齐了。